嗨，大家好，我是松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我最近发一系列菲律宾游学的影片？就是我在今年2月到3月去菲律宾宿务游学1个月，然后有非常多观众询问我有关游学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一集就是一个 Q&A 来回答大家。那这一集有非常多问题，所以底下会有一个时间轴，大家可以直接点到自己有兴趣的问题去看。那在回答问题前，现在总结一下我的心得，因为怕篇幅太长，所以我挑了4个我觉得最喜欢也最深刻的体悟还有改变来跟大家分享。首先第一个，体验不同的文化。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喜欢冒险还有尝试不同东西的人，所以我对于每个国家不同的文化都感到非常有兴趣。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最特别的，就是我在那边有经过菲律宾的情人节，在那一天他们全国会穿上代表自己感情阶段的颜色的衣服。一开始我看到这张表的时候，以为只是这个学校自己的活动，结果我们那天晚上出去吃饭的时候，我们就 Trustco 就有一个路人问说，你们为什么穿灰色？你们为什么穿什么颜色？然后我才发现他们全国都会遵守这一个习俗文化啊，还有菲律宾人超爱过节日，像我这么注重仪式感的人，在那边过的就是超级开心。我在那边刚好过到生日，就一整天听了超多生日快乐歌，还有赞美，还有祝福。之后也会剪一集我生日的 vlog 跟大家分享。接下来第2个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交到很多不同国家的朋友。我觉得大家人都超级 nice。其实我一开始心态有点封闭，因为我自己并不是很喜欢交很多朋友的人。就是我觉得有缘分当朋友很好，可是我不会刻意想要去交朋友。我一开始就想说，其实才短1个月，很难会有真的很好的朋友，真的是不要预设立场。我倒数那几天哭超惨，我真的超级舍不得，我超喜欢他们。然后我们也约好之后要去对方的国家玩，而且我刚好提到我今年刚好生日的时候在菲律宾，我去之前就想说，大家根本不熟，不会有人知道我生日，就是我根本没有期待，也没有觉得应该有人帮我过生日啊。然后我台湾的朋友还说，你可以叫他们帮你过生日，我就说哪有人叫别人帮自己过生日的，超怪好不好？就算了，就随便过那一天。结果我在那边真的是不知道吃了多少个蛋糕，甚至后来因为我在那边有2个礼拜都在生病，不能出去，就是还蛮严重的，所以我没有跟他们一起去薄荷岛玩。回来的时候他们带了礼物给我，我就是非常感动，就觉得他们没有忘记我。然后每一天也是一直传讯息说还好吗？有没有需要帮忙？有没有好一点？你现在怎么样？我觉得那种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已经不是透过语言可以表达的，就算你们语言不通，还是可以透过感受跟氛围感体会到这些朋友很在乎你，所以我就觉得这次去真的是超级有收获的。第3个改变就是学英文的动力，我这次去英文真的进步超级多，不知道进步多少人可以去看这部影片，在这边。因为我原本真的是英文超级烂的人，然后我也很排斥学英文这件事情。虽然说我现在也不是说什么很厉害的人，可是从原本这么烂到可以跟别人日常沟通聊天，我觉得已经很好了。当然可以更好，所以我现在继续读英文。从很小就知道读英文很重要，所以我一直说我应该要读。然后我就是买了一本书，几年都没有翻开过。我只要读英文就觉得很痛苦，就是为什么要逼我啊？我知道我必须学，可是我真的很讨厌读英文。可是回来之后，我真的是每天自动自发去读英文，然后我觉得很有趣。我觉得知道了新的这个单字，我就会想说，下次我遇到我朋友，我就可以怎么样用这个句子跟他讲话。而且我有发现，我背单字比以前快超级多。因为这次的游学真的给我不管是心态上任何层面上很大的改变，所以我觉得我未来会想要去不同的国家待可能几个月一段时间，体验不同的文化。所以英文就很重要。还有更重要的是，我想要跟不同国家的朋友聊天，可以聊更多深度的话题嘛，可以聊更多自己的想法跟感受，所以我就很想要把英文学好。总之这些原因就成为了我想要读英文蛮大的助力。接下来第4个，我觉得最大对我最影响深远的改变，就是我变得很快乐，也很自信。其实我一直以来都不是一个很乐观或是很自信的人，更准确来说，我很自卑，然后我很负面。尤其跟我熟的朋友会知道。可是我这次回来之后，每个朋友都说我变得很开朗、很快乐。整个人看起来就是不一样，大家有感受到吗？就我觉得那个自信是一个从内到外散发出来的气质。虽然我也没有去整形，我跟以前长得一模一样，可是整个人看起来就很不一样。我觉得菲律宾这整个国家的
文化还有氛围感，就是充满着赞美、鼓励、开朗、微笑，任何我觉得就是蛮美好的东西。然后在那边大家都是很真诚的在赞美你、夸奖你，说哦，你英文讲得很好，你有进步，哎，很棒。他们就是会不断的夸奖你，什么事情都可以夸奖你，可是你并不会觉得那很不真诚、很虚假，而是你可以感受到这个人是真心的在喜欢你。这个人真心的想要赞美你，所以我觉得我在那个氛围下，整个人也变得更有自信，更喜欢学英文，因为一直受到鼓励，就会觉得想要变得更好。对，我觉得这是我最大收获，就是真的很感谢这次去游学，就是完全不后悔去游学，真的是为什么没有早点去呢？接下来就是 Q&A 的部分，首先 Part 1是心态的部分。第一题，为什么选择菲律宾而不是欧美国家？一个最直接、最现实的理由就是费用的部分。去菲律宾所有东西加起来不用10万，可去欧美国家，因为长途机票很贵，生活费、物价很贵，加一加1个月就要20几万。再来就是欧美国家游学比较适合有一定英文程度的人去，但菲律宾游学可以接受的 range 更广，真的英文很差还是可以去。而且因为欧美游学跟菲律宾游学的制度比较不一样，菲律宾游学是可以在短期内加强到一定程度的，因为欧美国家的游学上课时间比较少，某种层面来说可以比较自由。可是如果你是没有那么自律的人，可能就没办法真的进步很多。而且因为菲律宾有2种官方语言，一个是达伽罗，一个就是英文，所以那边大部分的人英文都还蛮流利的。接下来第2题就是出发之前的准备，因为我是非常临时决定要去，大概是前2个礼拜吧，所以其实我没有太多充裕的时间可以准备游学这件事情。而且我决定的时候刚好在过年，然后不能去办护照，所以年假一结束我就去办了急件，签证还有机票是代办处理的。然后我找了一天去银行换了美金，还有开通国外的提款功能，基本上没做什么事。我去了前几天，我没有在焦虑。我每天半夜都在查宿务有什么伴手礼可以买，还有什么好吃的，就是狂查，没有在那边 care 就是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保险，然后不要像我一样想说自己就是不可能会生病，怎么可能会睡到在国外生病就保了最低额的，结果我花超多钱在国外看医生。总之我觉得没有太多好担心的，因为代办那边会有行前说明会，所以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问他们，然后放宽心，好好去学习，好好去玩就可以了。再来第3题，有人问说他自己很内向，怕担心同学不好相处。其实我不知道大家从影片看不看得出来，可是很多实际上跟我相处过的人都说，哦，他看影片以为我很活泼很外向，可是实际上我本人其实还蛮内向的，就是比较慢熟。但我的内向不是不理人，是我不会主动去找别人讲话，可是别人来找我还是会回应。那在一个团体里一定会有内向跟外向的人，活泼的人来找你讲话，你就适当的回应，很快就可以跟大家打成一片。总之，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敞开心胸，先不要预设立场，觉得别人会很难相处，一定可以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接下来第4题，遇到最困难的部分，这题我真的想超级久，发现好像没有但真的要说，我觉得就是跨出那一步，决定自己一个人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待一段时间。但去过一次，你真的只会想去更多次，然后后悔为什么自己没有早点去。接下来第5题，为什么决定去？是不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蛮疯的人，就是我想做什么就马上要做，很冲动。但有时候人生就是需要一点冲动，才会多彩多姿。如果我考虑很久，搞不好我这次也不会去菲律宾。我就是从去年年底到过年那阵子，发生很多不好的事情，然后状况很差，就整个人每天都很不开心。然后那阵子我也都没有出影片嘛。然后不是有人说，如果你在一个环境不好，你就应该去一个新的环境，可能可以转换心情。所以我就决定要去了。然后你出去看看不同的世界，你才会发现好像不应该去把专注还有心思花在一些不值得你烦恼的人事物上面。我以前会知道不要理那些人，不要去在意那些事情，但我觉得我在自己骗自己，因为我做不到不去在意那些事。可是我回来之后，我是真的打从心底毫不在意那些人事物，因为我觉得我人生有更多值得我去追求的目标，还有更值得我花心思的事物。对，这个感觉某天可以来拍一集跟大家分享。好，总之其实不用很大的勇气，一切都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你就是需要一个冲动。现在就去报名 ，Go， 快点！好，下一题，怎么有勇气到一个全英文的环境？其实我一开始真的有点担心，因为我知道自己的英文很烂，然后我
也一直因为英文不好这件事情觉得很自卑，可是又不知道怎么改善，因为我真的很讨厌读英文。可是后来我就是好啊，我就承认我就是烂啊。可是我有想要去改变，那我就好好学。最重要的就是敢开口讲，你只要一直讲，就会变得很流利。大家在台湾就是缺少了讲英文的这个环境还有机会，而且大家很害怕开口讲英文，因为害怕自己讲错。可是我告诉你们，其实只有在台湾，你才会被一些稍微有点优越感的人嘲笑。他说：“哦，你这个文法错，哦，你这个单字念错，你这个少加一个 s。”在国外真的是听得懂就好，因为讲白一点，你文法学到100%精准就是为了考试，但学语言的目的其实是为了沟通。当然文法标准很好，但如果你考试考很高分，可能你看到人一句话都讲不出来，我觉得你也没有真的学会这个语言。所以你就是要敢开口讲，也不要怕讲错，因为在那边根本没有人会笑你，大家就会努力想要去理解你在表达什么，然后很有耐心的听你说，不会有任何人笑你。接下来是 Part 2，就是费用、代办、申请等等的问题。第一题总共的花费，我这次的生活费我换了1000美金去。先跟大家提一下，因为汇率的关系，在台湾换完美金到当地换 peso 汇率会好很多。同样的100美，在那边可以换到5400 peso， 可是你用台币换只能换到4800，就是差蛮多的。这次我换了1000美金去，真的是花的超级挥霍。而且我觉得如果下次去我不会花到这么多，因为一开始很多事情不知道，我买了很多我最后根本没有用到的东西。而且这1000美里面有150美是买书，因为我有上雅思，然后雅思的课本都很贵，然后有100美是我拿来看医生用的，然后最后我还买了一堆伴手礼，所以我觉得基本上800美金在那边可以过得蛮舒服的。而且顺带一提，菲律宾的物价超级便宜，好比星巴克、麦当劳，你在那边是跟台湾一模一样的数字，可是你可以把它乘以0.6，就是几乎半价的价格。然后去不错的餐厅，一群人分下来可能不到200-300台币，而且这是大家点了一堆酒。通常如果你不要点那么多，你可能就100-200台币就可以吃很好的餐厅了。刚好我换美金的时候，那时候美金在下跌，所以我大概是27000左右的台币换到1000美金，然后机票是1万上下，签证是1300左右，然后 LCIC 的学费，因为它有不同的档期、不同的促销活动，现在价格是1980美元一个月，约6万台币。然后它这个费用是学费含住宿含3餐，总共算下来准备10万台币是非常充裕的。第二题是申请流程，还有需不需要找代办。我这次去的 LCIC 是需要透过代办，或者是你们大学有跟他签姐妹校，就可以直接透过学校申请。那需不需要找代办呢？我这次找的代办是维格，然后维格是完全免费的，所以我是觉得不找白不找啊，既然都是同样的钱，为什么不找代办呢？有人帮你把事情都处理好好的。代办会提供你的协助，就是帮你订机票、处理签证，先给你当地的网路 SIM 卡，还有行前说明、机场接机，所以你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询问代办。维格的特色就是他们有出发群组，会确保你安全的到当地，所以你在去之前或是在当地的时候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询问代办。关于学校网络上有些资讯是比较旧的，如果你透过代办，他们就会给你最新的资讯。下一题是游学需要准备的资料，我的代办有列给我以下资料，我放在这边供大家参考。再来就是多久前咨询代办会比较好，因为暑假是菲律宾的游学旺季，所以建议如果暑假要去的话，最少要提早半年先去咨询。我比较幸运的是，因为我刚好临时决定，然后学校刚好有床位，我才可以这么临时去。通常暑假他们是很早就会没有床位了，所以越早咨询可以越容易选到自己喜欢的学校。再来就是要什么条件或英文程度，你不用有任何条件，你只要有一颗想要去的心就够了。然后英文程度真的没有要求，因为进去的时候它会依照你的能力分到适合你的班级。下一题，任何时间去都可以吗？ LCIC 每个月会有一次的入学时间，你可以根据你可以配合时间去选择它不同的梯次。接下来是 Part 3，因为影片篇幅的关系会分成上下2集，下一集会针对学习还有生活的问题做回答。如果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底下留言给我，那我们就下集影片再见啦，拜拜。